你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人？身高接近2米，力能徒手举起城门门栓，会射箭，会开战车，带着几十号徒弟在战乱地区辗转14年，被围困，被追杀，被骂成丧家之犬。你肯定以为这是什么武侠小说里的人物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个人就是孔子。你脑子里是不是立刻冒出个胡子花白、穿长袍、说话慢条斯理的老头？别急，你那印象是被教科书和民间传说合伙骗了。真实的孔子身高9尺6寸，按春秋卢尺换算，稳稳落在 1.97 米到 2.22 米之间。放在今天，他走进高铁车厢，脑袋得贴天花板，而且肾大里明明白白写着，孔子能一只手把城门木栓撬起来，那木栓可是实木打造的，几十斤重。这种臂力放到今天奥运会举重项目，拿块奖牌真不是难事。更夸张的是，他还擅长射箭和驾驶战车，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根本不是同一个人。但这样一位猛人，后半生却混成了丧家之犬。这就要说到他那场史诗级的创业故事了。时间拨回2500年前，周王室衰微，诸侯割据，鲁国大夫季孙氏把持朝政。孔子50多岁时凭才干做到了大司寇，相当于司法部长加最高法院院长，按理说该知足了。但孔子不按常理出牌，权臣季桓子收了齐国送来的80名美女和30匹骏马，沉迷歌舞，连祭祀后该分给大夫们的祭肉都不给了。孔子心凉透了，算了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鲁定公13年，55岁的孔子带着一帮徒弟踏上了周游列国的创业路。说是周游，其实就是硬核穷游。春秋时期没有柏油马路，没有高铁，没有飞机，诸侯混战，到处是流寇。他带着几十号人拖家带口，在一个治安几乎为零的乱世里跨省穿梭。放在今天，基本等于你带着30个同事从北京步行穿过叙利亚、伊拉克、阿富汗走到非洲，中途随时可能被人拿刀架脖子上。事实上，孔子真差点被人给干了。史料记载，第一站是魏国，卫灵公待他不错，但架不住有人嚼舌根，卫灵公起了疑心，派人监视。孔子只好在隆冬时节离开。路过匡地时，闹了个大乌龙。孔子长得太像鲁国权臣杨虎，而杨虎曾在匡地杀人放火，当地人恨入骨髓，一见孔子立刻围上去，困了整整5天。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慌不慌？孔子什么反应？弟子们急得团团转，孔子却和子路弹剑而歌，歌罢3曲，从容淡定。后来在陈蔡之间，师徒们被围困在荒野，整整7天粮食断绝，好多人饿得站不起来。孔子居然还在里面讲课、弹琴、唱歌，这哪里是教书匠，这分明是个心理素质强悍到变态的硬核战士。14年里，孔子到过魏、宋、曹、郑、陈、蔡、楚等国。在宋国，他因为演习礼仪得罪了司马桓，桓行派人把树砍了，还扬言要杀他。孔子连夜变装逃走。在郑国，他和弟子走散，一个人失魂落魄站在城东门口，被当地人形容为丧家之犬。孔子听到这个评价，不但没生气，反而哈哈大笑说，长得像什么不重要，但说我像条丧家犬，说得太对了。你能想象吗？一个2米高的大汉被骂成丧家犬，不但不生气，还笑出声。这种心理弹性放在今天，就是被老板骂2句就开始怀疑人生。自我内耗的年轻人该学的东西。孔子在绝境中依然能抚琴高歌，谈笑风生，秒杀了多少一遇挫折就精神内耗的当代人。既然孔子这么猛，
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那本被误解了2000多年的《论语》又是什么来头？很多人一听《论语》就头疼。学生时代谁没背过子曰开头的句子？谁没在语文考试的文言文翻译上掉过坑？如果你的印象里《论语》是一本居高临下板着脸训人的古代教科书，那你搞错了方向。真相很简单，孔子去世后，弟子们发现老师走了，但他说过的那么多有道理的话，不记下来就全没了。于是这些人凭着各自的记忆，你写一段，他记一章，把孔子说过的话、开过的玩笑、骂过的人、发过的牢骚全部拼凑起来。这个过程从公元前479年持续到战国初期，所以《论语》本质上就是孔子那个时代的朋友圈截图和群聊记录。打开《论语》，里面的句子通常是子曰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孔老师今天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或者某某同学提问，孔老师这么回复。因为是聊天记录，所以《论语》一点也不端着，一点也不高大上。里面有高深的人生哲理，也有吐槽学生偷懒睡觉的朽木不可雕也，有正经八百的政治见解，也有面对失败时的无奈叹息。这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教科书，而是一部极其生动、极其接地气的生存指南。其中有些句子我们从小背，但可能从没真正理解过。比如那句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上学时语文老师是不是翻译成学习新知识，然后按时复习，难道不快乐吗？你直觉觉得这句话特别荒谬，复习考试怎么会快乐？那不是纯坐牢吗？如果你这么想，说明你的语文老师没把习字讲明白。习的繁体是习，上面是羽毛，下面是一只鸟，本意是小鸟反复练习飞翔，这哪里是复习？这分明是实践和输出。所以孔子真正想表达的是，你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然后去生活里验证它。当你发现这个道理真的帮你解决了问题，拿到了结果，那种多巴胺分泌的感觉难道不快乐吗？想想看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？学了一个新的沟通技巧，试着用在和同事的争执中，发现效果出奇的好，两个人不但没吵起来，还把问题解决了。那一刻的成就感绝对胜过刷10个小时的短视频。或者你读了一本关于时间管理的书，照着试了1个星期，发现自己居然能准时下班了。那种我做到了的快感，就是孔子说的不亦说乎。这哪里是教你死记硬背的迂腐学究？孔子分明在2000多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想全是问题，做才有答案。别光想，去干。在行动中拿到反馈和结果，你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。读懂了这一句，你就抓住了《论语》的核心脉络，知行合一。现在我们搞清楚了《论语》是什么，它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训，而是记录了孔子本人言行的真实素材。问题来了，孔子这个2米高的猛人，在带领团队穿越战乱、不断碰壁的创业过程中，到底总结出了哪些反内耗的生存智慧？接下来我们把《论语》当成职场生存手册翻开。第1课，打死也不要当一个工具人。很多人在职场最大的焦虑是什么？大学刚毕业，好像什么都不会，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？要不先学个硬技能再说，或者已经在某个岗位干了几年，天天重复做同样的活，感觉像一台人肉机器，一点成长都没有。每到年底写述职报告时，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到底做出了什么突破。最可怕的是心里隐约有一种恐惧，要是公司裁员，我是不是第一个被裁的？如果你有过这种焦虑，恭喜你，你和2000多年前的孔门弟子遇到了同一个问题。而孔子给出的答案，可能比市面上任何一本职场畅销书都要深刻。在《论语·为政》里，孔子说了4个字：君子不器。什么是器？杯子是器，
只能用来喝水；锤子是器，只能用来砸钉子；螺丝刀是器，只能用来拧螺丝。器就是功能单一的实用工具。如果一个人只会用某个软件，只会按照固定流程操作，只会完成上级交代的简单重复任务，那他就是现代职场里的器。问题是，软件会迭代，流程会优化，人工智能会替代重复劳动。当你只是一个器的时候，一旦外部环境变了，你是最脆弱的那个。君子不器的真正含义是，真正的君子不能只做一个只有单一用途的工具，而要成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、具备多种能力、能灵活应对复杂问题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别只学一个技能，也别只盯着一亩三分地，你要掌握的是洞察人性的能力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，在不确定性中找到方向的能力。这些东西才是人工智能替代不了、裁员裁不掉的硬通货。我在职业生涯早期认识一位销售大哥，他从最底层的电话销售做起，几年后成了全国销售总监。我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，他笑着说了一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：我从来不看什么销售话术宝典，那些东西过时得比牛奶还快。我所有的业绩都是因为我学会了读懂人心。客户没说出口的需求，我比客户自己还清楚。这不就是孔子说的不器吗？他做的不是销售这个岗位上的器，而是一个拥有穿透力、能解决复杂问题的人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正拼命把自己往某个固定岗位上塞，不妨停下来想一想，你是在做一个器，还是在成为一个不器的人？第二课，拒绝越位。聪明人都知道，不管你的事别管。在职场混，除了怕自己没价值，还有一个常见的大坑，多管闲事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项目推进遇到了困难，你觉得自己比对方更懂，忍不住冲上去给了一堆建议，结果不但没帮上忙，反而惹了一身骚。对方嫌你多事，领导觉得你没边界感，最后出错了还怪你乱插手。或者反过来，你自己也经常管不住嘴，看到同事做的不对，总觉得我不说就是不负责任。明明不是你的活，你非要指手画脚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懂。这时候该翻开《论语·泰伯篇》，孔子干脆利落地甩出一句：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翻译过来就是，不在那个位置上，就别谋划那个位置上的事。这不是让你冷漠自私，而是一种极高明的自保智慧。为什么？因为任何一件事背后都有你想象不到的复杂因素。你以为你提的建议是出于好心，但你不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不知道背后牵涉了哪些利益关系，不知道当事人已经尝试过哪些方案，踩过哪些坑。你站在局外人的角度随便一嘴，很可能不但解决不了问题，反而把局面搅得更乱。孔子的学生曾子把这句话做了个延伸：君子思不出其位。一个真正的君子思考的范围不应该越出自己的职责边界。那么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的真正含义是什么？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，在其位要谋其政。先把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到极致，别整天操心别人的事。你的本职才是一切发展的根基。很多新人觉得要想在职场混得好，就得天天在老板面前刷存在感，老板咳嗽一声都要赶紧去倒水，动不动还给公司提个战略建议，仿佛不做点本职工作以外的事就显不出自己的价值。你如果这么干，孔子会告诉你2个字：述书频繁，啰嗦。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自取其辱。不管是跟老板还是跟同事，只要你太过频繁的去干预、去贴近、去进言，最后换来的绝对不是感激，而是厌烦和疏远。老板雇你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当情绪伴侣的。真正的高手永远和领导保持一种专业至上的距离。
该汇报时汇报，不该凑热闹的时候绝不往前凑。用业绩证明价值，而不是用卑微和刷存在感去换取好感。你的精力很贵，别浪费在不该你管的事情上。第3课，反内耗，别做老好人。上面讲的是如何处理和外部世界的关系，拒绝做工具人，保持边界感。但更大的问题往往是内在的。我们如何面对自己？深夜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反复回放白天发生的事。同事无心的一句话，你是不是反复琢磨他是不是在针对你？你为了让所有人满意，硬生生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憋了回去，最后委屈的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这种折磨人的东西现在叫精神内耗。很多人内耗的源头是讨好型人格，总想让所有人都满意，总怕得罪人。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，那接下来孔子说的这句话可能会让你感到被狠狠扎了一刀。在《论语·阳货篇》里，孔子极其辛辣地骂了这种人：乡愿，得之贼也。什么是乡愿？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那种见人就笑，两面三刀，谁也不得罪，你根本挑不出毛病的老好人。孟子后来解释得更透彻，这种人非之无举也，次之无次也。你想批评他吧，找不到具体的事由；你想指责他吧，也找不到明确的过失。他们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事，表面上像是忠信廉洁的人，大家都喜欢他们，但你就是没法把他们跟尧舜那种正道对上号。孔子为什么这么讨厌老好人？因为他看透了这种活法的本质。装孙子是极其消耗心力的。你为了维持一个所有人都喜欢我的虚假人设，天天费尽心机去揣摩别人的想法，迎合别人的期待，最后不仅活得很累，而且在一次次妥协中丧失了自己的底线和立场。这种活法迟早得把自己逼疯。所以孔子的态度非常明确，别做老好人，做个有棱角的人。你的精力很贵，别浪费在那些根本不在乎你的人身上。当然，一旦你决定不再做老好人，随之而来的肯定是别人的非议和指指点点。别人不理解你，甚至误解你怎么办？这时候，《论语》开篇第1句的第2部分就该出场了。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成别人不了解我，我不生气。这个理解太浅了。孔子想说的远比这个深刻。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，人与人之间的悲欢本来就极不相通。你是什么出身，经历过什么挫折，做出过什么努力，别人根本不懂，也没有义务去懂。要求别人100%理解你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傲慢的幻想。既然别人不懂你是宇宙的常态，那你为什么还要为别人的不理解而生气内耗呢？真正的高手心里都有一杆自己的秤，他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他们的驱动力来自内心的价值判断，而不是外界的掌声或评价。当你把评价自己的权利从别人手里夺回来，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，你就拥有了不被任何人定义的自由。关于过去，每个人多少都有些遗憾，考研没考上，错过一个喜欢的人，搞砸了一个重要的项目。很多人会被如果当时我怎么样就好了这种念头困住，久久走不出来。但生活不会因为你后悔就倒带重来。过去的事情就像打翻的牛奶，你盯着它看多久都不会自己回到杯子里。对此，《论语·八亘篇》里有一段堪称解决沉没成本的最强口诀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什么意思？已经做成的事，不要再反复念叨了；已经去做且无法挽回的事，别再瞎折腾了；已经犯下的错，别再没完没了地翻旧账了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这不是让你逃避责任，这是人类最高级的心理学技能，学会翻篇。
我们的大脑有一个著名的功能缺陷，对失去的痛苦感知远远大于对获得的快乐感知。如果你一直盯着后视镜开车，你迟早会撞死在前面的路上。孔子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你这个道理，中箭了就把箭拔出来，包扎好，继续往前走。永远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，因为你的主战场永远在下一秒。从拒绝讨好别人，到建立自己的评价标准，再到果断翻篇，孔子这套反内耗的组合拳，不仅能治好在乱世中奔波的自己，也足以治愈今天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各种迷茫。第4课，你的朋友圈配不上你。你有多久没清理微信好友了？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群聊里？周末是不是总是被叫去聚餐、开黑、喝酒，但真遇上事儿了？或者深夜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，你翻了半天通讯录，硬是不知道打给谁。为什么越社交越孤独？因为你的精力全花在了无效社交上。你以为朋友圈子越大越好，结果越是热闹的饭局，散场之后越是空虚。你为了显得合群，强行压低自己的智商和追求去迎合别人，最后你不但没有收获真正的友谊，还耽误了自己成长的时间。如果你的圈子里全是在混日子、充满负能量的人，请务必听听孔子怎么说。《论语·学而篇》里有一句被后人误解最深的话：无友不如己者。很多人一看就炸，这孔子也太势利了吧，只跟比自己牛的人交朋友，那比你牛的人凭什么搭理你？其实这里大多数人都理解反了。不如己者不是指谁比谁有钱，谁比谁成绩好，而是指那些三观不合、烂泥扶不上墙的人。你的时间就那么多，你把周末拿来陪室友通宵打游戏，抱怨社会不公，你就没时间去图书馆读2本硬核的书。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在混日子，你为了显得合群，就不得不把自己拉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平线上。孔子的意思很简单，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。如果一个圈子不能给你带来正向的反馈，甚至在拉低你的能量场，那就果断舍弃。哪怕短期内你会显得不合群，哪怕孤独一点，也远远好过在一群消耗你的人中间腐烂。宁可高质量的独处，也不要低质量的合群。那怎么判断一个圈子值不值得待下去？孔子在《论语·卫灵公篇》里给了另一个标准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是一句被联合国视为全球伦理基石的经典名言，意思是自己不喜欢的，不要强加给别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生活中很多人经常反着做？你觉得某个专业不好就业，就天天在朋友耳边劝他转专业；你觉得考研是唯一的出路，就疯狂鄙视那些想去工作积累经验的人。我们太喜欢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旗号去干涉别人了，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社交霸凌。孔子要告诉你的是，真正的朋友是尊重对方的选择。你不喜欢别人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，那就管住自己的嘴，这才是术的精髓，推己及人，尊重和包容。当然，还有一种圈子是必须立刻远离的。《论语·为政篇》里说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周是为了共同的原则和道义聚在一起，比则是拉帮结派，搞小团体。几个人凑在一起不干正事，天天琢磨怎么算计别人，孤立某个同事，靠说别人的坏话来找寻那点可怜的归属感。遇到这种比而不周的圈子，别犹豫，连夜提桶跑路。真正的朋友是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，认同同一个价值观而聚在一起，没事能瞎扯，有事真能上。这几年大家听到最多的词是什么？大环境不好，周期下行，学历贬值，就业压力大。很多在校的同学或刚毕业的年轻人都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，好像无论怎么规划都赶不上时代的变化速度，卷又卷不赢，
躺又躺不平。面对这个极其不确定的世界，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活？如果你此刻感到迷茫，请翻开《论语·子罕篇》。孔子在面对人生的至暗时刻时说了12个霸气十足的字：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翻译过来就是，天不冷的时候，你根本看不出来哪一棵树能扛冻，只有到了大雪纷飞的隆冬，万木凋零，你才会发现只有松树和柏树这帮硬骨头还死皮赖脸地绿着。把这套逻辑平移到今天的经济周期里，前几年大环境好的时候，风口一吹连猪都能飞上天，那时候你根本看不出谁是真正的高手，因为大家都在吃时代的红利。顺境考验的是运气，但逆境拼的才是真本事。当寒冬来临，那些靠投机取巧、盲目跟风的人最先被冻死，而真正能活下来的是那些拥有硬核技能、情绪极度稳定、一直在默默扎根的松柏。所以，别老抱怨现在大环境差，寒冬的意义就是用来冻死那些混子，给你这种愿意长期蛰伏的人腾出空间的。既然要在冬天扎根，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？是急躁。现在的快餐时代，每个人都想走捷径，刷短视频看5分钟的电影解说，买各种10天教你搞懂人工智能变现的速成课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市面上那么多畅销书火了几个月就销声匿迹了，而像《论语》《史记》这些书却能活2000多年？因为只有能扛住时间这把杀猪刀的东西才是真家伙。在《论语·子路篇》里，孔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急功近利的病态心理的致命伤：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。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别图快，别盯着眼前那点蝇头小利。如果你所有的决策都是为了明天就能看到回报，那你注定只能干一辈子体力活，或者沦为被各种暴富课程收割的韭菜。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需要时间去发酵，放弃那些短平快的及时满足，去死磕那些真正具有长期价值、能产生复利的事情，这才是你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。当我们明白了要在寒冬中做松柏，要坚持长期主义之后，一个新的问题自然浮现：我们的个人操作系统到底该怎么升级？孔子在《论语·子罕篇》里给出了一个极其完美的3合处理器配置：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这3句话值得你刻在脑海里。知者不惑，通过持续的学习、阅读和深度思考，建立起强大的认知模型。当你看透了事物运转的底层规律，掌握了分析和判断的方法论，哪怕外面风吹草动，人心惶惶，你依然能够冷静地看穿本质，这叫不惑。仁者不忧，建立一个强大的内部评价体系，拥有同理心和豁达的胸怀，别为了眼前1亩3分地的得失斤斤计较，别让别人的评价左右你的情绪。你的内心安定了，精神内耗自然就消失了，这叫不忧。勇者不惧，认知到位了，心境修好了，剩下的就是干。在看清了生活的残酷真相后，依然有勇气去热爱生活，去试错，去行动，这叫不惧。当你在自己的操作系统里同时装上了这3件装备，你就是一台无坚不摧的超级大脑。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变，是风口还是寒冬，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你都能稳坐钓鱼台，从容应对。我们花了很长的篇幅，从孔子的身高、力气、武力值讲起，一路聊到了他的职场智慧、人际原则、情绪管理，最后落脚到面对不确定世界的生存法则。重新认识孔子，你会发现他和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古板老头完全不同。他是一个带着几十个弟子在乱世中闯荡14年的硬汉，是一个在绝境中依然能抚琴高歌的猛人。
更是一个看透了人性的复杂，却依然选择温柔待人的顶级人生导师。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，在复杂的世界里，你可以站着把事办成，把钱挣了，而不是卑躬屈膝、委曲求全。在所有人的不理解中，你可以坦然面对，因为你知道自己是谁，要去哪里。在漫长的寒冬里，你可以扎根生长，成为那棵大雪压不垮的松柏。希望你从今天开始，翻开那本尘封已久的《论语》时，能看到的不再是冰冷的古文和枯燥的说教，而是一个鲜活的、有趣的、充满智慧的灵魂，在2500年的时空中，用它特有的方式对你说：想全是问题，做才有答案。去干吧，别内耗了。